好，欢迎来到和奥菲一起去教会。这个系列主要是记录我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听到之后的一些分享。如果有哪一天的讯息特别触动我，我就会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我学到的东西，还有我自己的感受。我平常去的教会是在尔湾的 Mariners Church。上周讲到的是 Pastor Eric Geiger。这周的讯息来自马可福音第11章第15节到第18节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后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，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。他教导他们说，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？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。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听到这番话后，就策划如何杀害耶稣，只是有些怕他，因为百姓都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。很多人对耶稣的印象都是温柔慈爱，但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却做了一件很震撼的事情，他把桌子推翻了。Pastor Eric 在讲道里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印象很深：愤怒不是爱的对立面，冷漠才是。一个真正爱你的父亲，有时候也会生气。耶稣会愤怒，是因为他爱人。神会对那些可能毁掉你生命的事情感到愤怒，不是因为他不爱你，而正是因为他太爱你了。Pastor Eric 也分享了什么叫做易怒，他给了一个很简单的 checklist。第一 rare 就是说很少发生，不是动不动就生气的。第二 reflective 是经过思考的，不是情绪失控的。第三 redemptive 是为了挽回人、拯救人，而不是伤害人。耶稣推翻桌子其实是在做一件事情，他在清理那些阻挡人亲近神的东西，因为神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。Pastor Eric 接着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今天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，所以问题就变成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有没有一些桌子是需要被耶稣推翻的呢？他提到几种很常见的桌子。第一是认可的桌子 Table of Approval， 就是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，别人喜不喜欢我，别人觉得我成功吗？但其实我们已经被耶稣完全接纳了。对我来说，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已经慢慢走出来了。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，我已经足够好了，我值得被爱。我不需要一直向别人证明我的价值，因为在神的眼里，所有天国的儿女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被神爱着的。第二个是控制的桌子 Table of Control。 很多人很喜欢掌控人生，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自己的计划走，但 Pastor Eric 说，当神掌权的时候，人生其实会更好。我自己也很有感触，当我慢慢学会把控制交给神之后，我的心是其实变得很平静的。但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期待发生的时候，如果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就会学着把结果交给神，然后专注在过程上。如果没有信仰的话，说实话，我这个年纪如果还没有男朋友，可能会很焦虑，但现在我反而觉得很平安，因为我知道神有他的时间表。第三个是舒适的桌子 Table of Comfort。 我们都希望生活很舒服，不想面对困难的关系，不想进行困难的对话，但其实没有困难就没有成长。我自己现在也在学习突破这一点。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 season， 我想挑战自己，去做更多的 social media，
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，我不太喜欢被很多人关注，但是我已经开始踏出第一步了，就是开始这个 YouTube channel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成长。接下来 Pastor Eric 还提到另外一张桌子，叫做苦读的桌子 Table of Bitterness。 有时候我会不断提醒自己，别人曾经怎么样伤害过我们，我们把这些事情一直记在心里，好像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了。但其实苦读并没有保护你，它反而在慢慢毒害你。当我们一直抓着那些伤害不放的时候，最后受伤最深的其实是我们自己。 Pastor Eric 说，当我们想到神是多么深的赦免了我们，我们就会慢慢学会去赦免别人。赦免并不是说那件事情没有发生，而是我们选择把那个伤害交给神，不再让它继续控制我们的心。最后一个桌子是忙碌的桌子 Table of Busyness。 我们的生活常常太忙了，事情很多，计划很多，梦想很多。但神说，你们要安静，知道我是神。当我们慢下来，安静下来，我们才真正能感受到神的同在。 Pastor Eric 最后说了一句话，我很喜欢。他说，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正在向我们显明那些需要被推翻的桌子，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爱我们。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祷告，主啊，如果我的生命里有一些桌子需要被推翻，请你帮助我，因为它不是毁掉你的人生，而是要拯救你，恢复你，更新你。最后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今年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 season 呢？神现在在邀请你成长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有没有哪一张桌子是神想在你生命里推翻的呢？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哦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第一集，和奥菲一起去教会。我们下集见啦，拜拜。